国防部长董军16号晚应约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视频通话，这也是中美防长近18个月以来的首次正式接触，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双方发布的消息稿释放哪些重磅信息？来看报道。 根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董军在通话中说，中美两国元首致力于推动双边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军事领域是确保落实元首共识、稳定两国关系发展、防止重大危机发生的关键。 中美两军应探寻相处之道，把以和为贵、以稳为重、以信为本作为交往基本遵循，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开放务实合作、逐步积累互信的两军关系，真正当好两国关系发展的稳定基石。 而美国国防部官网发布的消息稿称，两国防长在通话中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奥斯汀强调了保持美中两军交流渠道持续开放的重要性。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表示，这是双方接触中的重要一步，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步。他认为，类似的沟通今年还会有更多。As agreed to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C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November 2023. The department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in active discussions with PRC counterparts about future engagements between defense and military officials at multiple levels. 海内外舆论对此次中美军事互动高度关注。香港南华早报称，中美防长此次通话是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的最新举措。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会晤后同意，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恢复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1个月后，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举行视频通话。今年1月初，中美在华盛顿举行第17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围绕推动两军关系发展及台湾、南海、海空安全等关键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本月初，中美两军时隔2年多，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4年度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这是自2022年11月以来，中美两国防长首次正式接触，意义重大，意味着中美两军因美国会时任众议长佩洛西2022年8月窜台而冻结的沟通交流正走向全面恢复，也说明双方在缓解紧张关系、管控分歧、交流地区和全球安全立场等方面存在共识，对于两军关系发展和地区安全稳定都具有积极意义。 有观察认为，中方消息稿强调，董军此次是应约同奥斯汀视频通话的，显示五角大楼更为焦急与中国军方进行沟通的意愿。美方消息稿则透露，两人谈及了俄乌冲突、朝鲜半岛问题。 对于世界来说，传递了一个良好的信号，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俄乌冲突也还在泥潭之中，然后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实际上也是愈演愈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必须要保持一个基本的战略稳定性，为世界注入信心。 但与此同时，五角大楼的消息稿仍释放出一些杂音，包括仍在以美方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解释、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并老调重弹在南海海域所谓航行自由的重要性。而根据中方通稿，董军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容受损。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绝不会听之任之。当前。 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地区国家有意愿、有智慧、有能力解决问题。美方应认清中方坚定立场，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和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 值得警惕的是，就在中美防长通话4日，美国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发表谈话表示，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机对美机过航行动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国会更是不遗余力在搅局。此前，参议院将军事援助台湾地区的内容与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打包，通过了一份价值95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议案。然而，由于民主、共和两党在援乌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这份议案在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被搁置许久。据路透社爆料，为了弥合众议院内部政治分歧，加大上述议案的通过概率，美国会众议长约翰逊宣布，将原本的一揽子安全援助拆成4份单独的议案，分别对乌克兰、以色列、台湾地区给予军事援助，以及对俄罗斯和伊朗实施额外制裁。美联社称，这是美国国会首次专门提出针对台湾地区的军事援助议案。有观察认为，在反华成为美国会两院两党共识的当下，这份议案一旦得以单独表决，通过的概率不小。但路透社指出，这份针对台湾地区的议案很可能无法进行单独表决。一方面，约翰逊作为众议院的弱势议长，目前遭到极右翼共和党人威胁，称如果对民主党人的提议服软，就要罢免他的议长职位。另一方面，参议院方面仍倾向于将4项措施合并为一个议案，这相当于回到原点，一切进入死循环。美国国会已经越来越发展成一个中美关系中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力量。在过去几年中，它逐渐由幕后走向台前，推出了一系列的反华法案，实际上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来意识到这个美国它官僚决策机制的一个复杂性，意识到美国它并非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决策机制。进入4月以来，美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军事联演一个接一个。先是美澳日菲4国在南海海域举行名为全面的海上联合军演，紧接着美菲盾牌24联演日前在吕宋岛展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联演中，美军首次在菲部署中程导弹系统，而美菲之间年度最大演习肩并肩也将于下周开启。目前，大批美军装备已经抵达菲律宾。日前，美国陆军联合太平洋跨国战备中心主导的美菲盾牌24联演在菲律宾吕宋岛展开，多达3900名美菲陆军参演。据悉，演习共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举行一系列作战任务规划与专业技能交流，第二阶段共投入1500名美军与1800名菲军，在城镇与丛林环境中执行巡逻、扫荡、阵地防御、空中突击与单兵反装甲武器射击训练等科目。本次演习最特别之处就是美军新成军的第1多领域特遣队导弹连首次被派遣至印太地区。该特遣队所属的远程火力营已在今年1月完成了第2支操作陆基中程导弹的连队编组，将于吕宋岛北部的全领域作战中心指挥管制，验证防空、反舰与远程对地打击能力。除了第1多领域特遣队首赴印太外，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于当地时间15号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美军首次在吕宋岛北部部署了具备中程打击能力的低风导弹系统，并宣称这一部署具备里程碑意义。消息还指出，该导弹系统从美国华盛顿州的路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出发，搭乘美军 C-17战略运输机，在15小时内飞行近13000公里后抵达菲律宾。据美国突发防务网站报道，根据中岛条约，美国曾同意不开发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之间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但在2019年，时任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该协议。作为美国中程导弹的最新成果，低风系统将弥补美国陆军中程火力的空缺。从它的能力来讲，射程可以达到1000到2000公里之间，属于中导的范畴。它的射程比较远，威力比较大，精度比较高，对整个地区的控制能力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可以具备很强的威慑能力。美菲年度最大规模的例行演习肩并肩也将于4月22号到5月10号在吕宋岛巴拉望岛举行。2023年的肩并肩演习共有 1.76 万人参加，包括美军 1.2 万人、菲军5000余人、澳大利亚100人。而今年的演习规模预计将超过去年，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系列演习。从目前透露的情况来看，演习科目将包括两栖作战、实弹训练、城市作战、航空作战、反恐、人
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此外，网络战与信息作战也将是演习的重点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参演国除非美澳之外，日本也将改变以往以观察员身份参演，正积极协调准备派遣实际兵力参演。去年11月，日菲两国政府就启动互惠准入协定谈判达成共识。该协定一旦签署，将更加便于日本自卫队同菲军的人员往来。此外，在日前结束的美日菲三国领导人峰会上，三方就安全合作进行了多方安排，包括美日两国将继续支持菲海岸警卫队能力建设，建立三方海事对话机制。三国国防和海上执法力量还计划于2025年在日本附近海域开展联合演习等。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距离中国台湾岛仅140多公里的巴坦群岛也有希望继续成为今年美菲肩并肩军演的演习地域之一。有消息指，美军近期还计划在该群岛新建港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屡屡制造事端，甚至还跟随美国步伐，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有分析指出，此次借助肩并肩联合军演，美国将持续把菲律宾打造成西太平洋地区的前线军事投送基地，或将对地区安全稳定局势产生不利影响。在菲律宾的话呢，加紧靠向美国，并出让一些地方给美国建立基地，扩大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以后，应该说逐步形成了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这样一种伙伴。对于菲美的军事合作，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严正立场。在17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菲方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炫耀武力、挑动对抗，只会加剧局势紧张，破坏地区稳定。试图引入外部力量来维护所谓的自身安全，只会导致自身更大的不安全，甚至沦为别人的棋子。我们敦促菲方停止在海上的滋事挑衅，敦促有关域外国家停止在南海挑动对抗。泽连斯基的发声再一次强调了此前一天他对西方国家的请求，他请求西方国家要像保护以色列一样保护乌克兰，提供防空武器，但美欧却表示两者不能相比。Коли говорять, що союзники не можуть нам дати ту чи іншу зброю, або не можуть бути в Україні тими чи іншими силами, тому що тоді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ь, що Україна затягнула НАТО в війну. Так я вам хочу поставити після вчорашньої атаки питання. Ізраїль в НАТО чи ні? Ось вам і відповідь. Ізраїль не країна НАТО. Союзники країни НАТО,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країни НАТО, захищали Ізраїль. Показали силами Ірану, що Ізраїль був не наодинці, і це урок. 在泽连斯基看来，北约完全可以像对待以色列一样，向乌克兰提供同样的保护，帮助拦截俄方导弹和无人机。问题的关键在于，北约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不止泽连斯基发声，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表示，乌克兰迫切需要更多的爱国者系统和其他现代防空系统、武器和弹药。And everything we are asking from partners, even if you cannot act the way you act in Israel.Give us what we need. 库列巴在接受《政治报》采访时还表示，西方已经完全抛弃了乌克兰。报道称，如果西方不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将无法收回目前被俄罗斯控制的领土。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部表示，武装部队的士气将因缺乏西方援助而受到打击。乌克兰基辅邮报当地时间16号发表题为《在乌克兰的战争何时被降级为冲突了》的观点文章，表达乌方的情绪。基辅邮报称，华盛顿邮报15号社论与白宫当天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提出了同一问题：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帮助击落伊朗的无人机，为什么不能为乌克兰做同样的事情？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回答说 ：“Look, different conflicts, different airspace, different threat picture.” And the president has been clea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going to be involved in that.
that conflict in a combat role. 对于白宫的说法，基辅邮报并不买账。文章称，在目前情况下，也许白宫仅能逞其口舌，因为掌握财权的是国会，但科比应该更谨慎地发表措辞，希望美国国会中的大多数人能尽快批准乌克兰所需的600亿美元援助计划。如果不这样做，基辅和世界其他国家怎么能相信美国这样的承诺，即无论需要多长时间，都会在这里。此外，路透社援引4名知情人士独家报道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上个月差点就达成了黑海航运协议，乌方在最后一刻突然退出。知情人士称，在联合国的推动下，此次谈判由土耳其负责斡旋。3月，俄乌在谈判了2个月后，达成了一项旨在确保黑海商船安全的协议。尽管乌克兰不想正式签下文件，但基辅方面同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3月30号宣布此事。据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黑海航运安全协议的文本上达成了一致，就要由土耳其方面宣布。一名消息人士说，就在最后一刻，乌克兰突然退出，协议泡汤。根据3月30号差点宣布的这份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将向黑海商船提供安全保证，承诺只要商船是空的或已声明非军事用途，就不对其进行打击、扣押或搜查。目前不清楚乌克兰为何退出，俄罗斯、乌克兰和土耳其对此拒绝置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2月表示，如果没有新的美国军事援助，乌克兰将无法保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附近黑海西海岸的航运走廊。联合国发言人斯蒂芬·杜亚里克则回应表示，我们仍然希望黑海能够航行自由。16号，日本发布了2024年外交蓝皮书，时隔5年重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强调了构建稳定建设性的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蓝皮书继续妄议台海、南海等问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不久前高调访美时曾声称，中国是全球和平稳定最严峻挑战，如今却在蓝皮书中重申战略互惠。日本在打什么小算盘呢？据共同社报道，日本2024外交蓝皮书表示，与中国构建有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很重要，并且要同中国对悬而未决的难题反复讨论，并就共同课题展开合作。日媒普遍注意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时隔5年重新被写入了外交蓝皮书中。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由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06年提出，当时的背景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至2006年执政期间，因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周边国家强烈不满，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冰冻状态。安倍晋三提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后，受到中方高度赞赏。2008年5月，中日正式发布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这份联合声明作为中日之间的第4个政治文件，与1972年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联合宣言共同构成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此后，因为日本政府在台海、南海、钓鱼岛等问题上的消极举措，中日关系逐渐紧张。直到去年11月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两国领导人才重提战略互惠关系，这也成为当时全球媒体报道的焦点。按照当时日本经济新闻的说法，这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复活。所以此次日本外交蓝皮书重新写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充分反映了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引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读卖新闻1周前曾爆料，中日韩有望于下月底在韩国首尔举行3国领导人会议，各方已经进入最终协商阶段。如果成行，这也将是2019年12月以来中日韩3国领导人近4年半再次举行相关会议。外界认为，日方此时重提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也可以缓和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顺利召开铺平道路。日本也认识到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和合作伙伴，那么对华经贸利益也事关日本的经济发展，
所以也不想看到中日关系出现根本性的恶化。日本在外交蓝皮书中再次写入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我想本身也是应有之义。虽然蓝皮书传递出积极信号，但其中仍不乏妄议台湾问题和南海局势的内容，包括再度提到所谓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时事通讯社称，外交蓝皮书还表示，鉴于当前困难的战略环境，日本政府将推进与美国和菲律宾的具体合作。蓝皮书称，7国集团、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以及日本、美国和韩国等志同道合的跨国框架变得相对重要。当地时间17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将从19号开始启动第5轮福岛第1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而日本最大核电站百崎一宇核电站近日开始装填核燃料，为重新启用做准备。然而，核电站却2度出现设备故障。第5轮核污染水排海将于当地时间4月19号上午启动，预计将持续到5月7号。东京电力公司今年1月发布的信息显示，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东电将分7次排放54600吨左右核污染水。去年8月24号，日本政府强行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引发国内和国际多方强烈反对。自启动排海以来，东京电力公司由于操作不当、管理疏漏，导致事故频发。日本民间已发起相关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电停止核污染水排海的行为。此外，日本最大核电站百崎一宇核电站日前开始装填核燃料，为重新启用做准备。然而，核电站却2度出现设备故障。负责运营该核电站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说，已暂停核燃料装填作业，将对故障原因展开调查。东电发表声明说，该控制棒预定安装的位置没有装填核燃料，因此不存在安全问题。公司将对故障原因展开调查，现阶段尚不清楚何时恢复作业。百崎一宇核电站位于新泻县，装机容量8212兆瓦，为全球净发电量最大核电站之一。2011年3月11号大地震后，东电先后报废福岛2座核电站，百崎一宇核电站也自2012年3月起关闭。该核电站7号机组原来为日本首都圈等地供电。2017年通过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安全审查，但后续因被曝光存在多个安全漏洞，而被规制委禁止重启，直至去年12月检验通过后才解除禁令。而位于石川县的志贺核电站也出现问题，1号机组反应堆下部控制棒相关零件存在脱落的情况。北陆电力公司方面表示，零件脱落可能是此前能登半岛地震导致。该公司还说，由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已停止运行，所有燃料已被取出，因此安全方面没有问题。据日本媒体报道，脱落的是支撑覆盖控制杆驱动装置的金属管的金属配件，这是一种简单的附着在其他部件上的结构，不通过焊接或螺栓固定。受福岛核电站事故等影响，志贺核电站自2011年3月以来一直未重启。今年1月，日本能登半岛发生强震，志贺核电站受损严重。日本媒体认为，此次强震带来的影响将使志贺核电站重启问题再现争议。日本多个核电站发生事故，给日本民众带来不安。为了不让福岛核泄漏类似的事故第2次发生，每月的11号，福井市民众都会举行遊行，抗議政府启动老旧核电站。高浜原発今すぐ止めろ。老朽原発動かすな。老朽原発動かすな。関西電力原発やめろ。関西電力原発やめろ。另据东京新闻17号报道，日本千叶县公布了对人工河道的水样检测结果，显示在11个调查点的水样检测中，7个地点的有机氟化合物浓度超过了每升50纳克的日本国家暂定标准，检测到的最高值为暂定标准的36倍。千叶县政府称，该基地在2020年3月底存有5140升包含有机氟化合物的泡沫灭火剂，后于2021年底之前进行了处理。目前尚不清楚7个地点检测结果超标与基地泡沫灭火剂的相关性，将进一步对相关地区的饮用水井展开水质检测。
此外，日本小林制药公司的问题保健品事件持续发酵。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消息显示，据小林制药公司报告，截至4月16号，与服用该公司含红曲原料保健品相关的住院人数增至235人。3月22号，小林制药株式会社对外发布声明，称有部分消费者在使用其生产的含有红曲成分保健品后，出现了肾脏部位疾病的症状。随后，日本各食品、酒类制造商纷纷响应，宣布回收含有小林制药生产的红曲相关产品，以避免潜在的健康风险。